这一集，3人自由行开始自驾，被誉为秦岭腹地最美山路的太阳公路南段。太阳公路全长约140公里，从宝鸡的太白县，中间经过黄柏园，一直延伸到汉中的洋县。我们前几天走了北段，太阳公路北段一路青山叠翠，碧溪寒流，涧谷相依，云海作伴，风景十分的壮观。今天我们走南段，从黄柏园的大涧沟出发，前往汉中洋县的华阳古镇。我们现在离开大涧沟景区，前往二郎坝村。二郎坝村离这15公里，开车要差不多半个小时。这条路跟我们之前走的大洋公路完全不一样，是乡间小路，也就是一个车道宽一点点，然后路边也没有护坡，看着还是比较简陋的。这可能才是真正的大洋公路，比较原始。后面考验开车了，要注意安全了，路况差了好多。你看这一段半幅路面都被挖开了，都在修补，坑也比较多，所以这个路弯也多，峡谷也很幽深，都是急弯。你看这弯都90度，这路面回旋的还比较严重，到处都是。我们之前走了一半嘛，到黄柏园镇那段路面都新修的，过了黄柏园镇，这个路就没有，还是老路了，路面没有那么好了，小心点走。哇，这右边这段路挖得很深了，这路在修补。这是修路的工人，可能是。这段路就处于一个峡谷中，峡谷这一侧几乎就是绝壁了，右边这个峡谷也非常的陡峭，所以走这段路你就知道了，我们也才体会到为什么说四川到陕西这边穿越秦岭是非常困难的。你想想，我们这段大洋公路是在峡谷绝壁的山腰处劈出来的，如果当时没有这段路，那古人可能只能沿着河谷走了。可是河谷经常有洪水，还有很深的水塘，也没有桥，可能一个小水塘就把那个路给断了，所以很难通行的。走这段路我们就体会到了，所以说穿越秦岭是多难呢。这个路比318要险峻的多啊，这段路318我们走过，318比这要宽，真正的山路。就你看前面都是原始森林，这底下大概30米深嘛，就是蓄水河，应该就是蓄水河流到汉江去的。我们就沿着这个蓄水河的河谷往前走。这错车也很难，急弯的时候只能鸣笛。它路面可能是被这个雨水给冲刷的，回旋了。对，也有很多落石。你看前面写的车辆慢行，这是塌方了，哇，塌了个大洞，右边这个全塌方了，塌下去了。因为它是个绝壁到河谷，但是它这有跟太行山比它不太一样，就是说路的右侧全是参天古木，全是大树，
不像太阳山呢，啥也没有，右边真的是石壁，那心理压力太大，开那路我都不敢开。这边就是植被很茂密，路两旁景色很不错。哇，这是很陡，这是下坡很陡的路，左边是绝壁。开这种路就是心里一定要稳，一定要稳。现在我们已经慢慢往上走了，现在右边峡谷离这个蓄水河的河面已经有100米深了，非常的高。现在这路面基本上都是回旋了一半。左边有塌方，后坡滑下来了，这个被撞得你麻花了。后坡，这右边的峡谷现在有50米深嘛，这个错车可是很难的。我们现在到阿兰坝还有2公里。我们本来计划在二郎坝村住上一晚，不料村里正在停电，于是我们决定继续前行，赶到华阳古镇去住宿。好嘛，这路够可以啊！这就是皂角湾村的千年古银杏树，1300多年了，正好路过，有这个机会打卡一下。那个修路的就修到皂角湾村，过了皂角湾村之后就是这种水泥路面了。已进入汉中市。已经属于汉中了。是。导航告诉我们现在是汉中市了。现在已经进入汉中了。对。哎，现在感觉有点像往下面走哈。对，下坡了。下坡了。我们马上就要离开大熊猫国家公园。这是大熊猫公园。这是黑匣子管护点儿。不能住。是大熊猫国家公园。左上角。对，是看到了。你已离开大熊猫阳县界。在这儿呢。刚才其实那个界碑就是在那个黑匣子1号桥那儿，但真正的阳县界是在这里。现在我们进入阳县界了，然后现在是往下面走啊。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了崖壁下面了，能够看到吗？我们右边全是那个尖石，然后在我们头顶，我们是在这个下面行走。哎呀，前面是个急弯，90度的急弯。汤叔慢点看啊。对，这边有个途径，好像对面没车，没看到有车。好，现在外面是27度。我们昨天晚上还是才10度呢。7度呢。7度，最低是7度。昨天在那个黄柏园镇的时候哈。这路坏了。正在修，这个路边也修了那个桥墩儿，对，可能塌方了。哎呀，这个弯实在是太多了，几乎走不了3、5米就是一个弯儿。慢点，骑过去。我们刚才只顾看路哈，因为大下坡，然后又特别陡，而且又有急弯。我刚刚往右边瞟了一下，天哪，万丈深渊，大深谷、大峡谷，看着都觉得有点害怕，瘆得慌。哎呀，所以一定要慢，走这种路一定要慢，而且不要走夜车。秦岭是，你看它南北变化很大。现在窗户外面是27度，昨天晚上我们盖的被子是我这辈子盖的最厚的，黄柏园镇，大概有10几公分厚，8斤被吧，非常厚。但昨天出太阳了，晚上给我热了，但它晚上就不到10度，7度吧，这一块27度。这里就是南方的天气了，气候变化太大。
这边是绿植，也是非常茂密，但绿色已经跟那不一样，这边是墨绿，那边是翠绿，我们太白过来是翠绿，这边是墨绿，但山的形状是一样的。所以秦岭呢，我就说它明明是一座大山，为什么叫秦岭岭啊？因为它真的是一座一座山林，一层一层的叠着的，所以叫秦岭也很形象，非常形象。嗯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它就完整了。好好好，慢点哈。谢谢。一不小心，我们又闯入了别人的地盘儿。现在前方又是大熊猫的国家公园了。所以你看这里啊，山高林密，水也好，立马就是风景特别好，植被特别茂密。对，所以你说大熊猫看着憨憨的，人家脑子聪明啊，选了这么好的地儿生存生活啊。包括它经过的地方，你像秦岭山区这里边，都是那么好的地方。哦哟，咱们现在是在谷底了哈。这个旁边就是石头河，看不到太多水哈，基本上都是石头。能看见水，水量比较小。现在，还有这个途径，我们又是在这个贴着这个山壁在行驶啊。翻过秦岭千山万水，我们终于从秦岭北面来到了南面。这里地势也越来越平坦。下午5点半，我们赶到了洋县的华阳古镇。